女孩未婚夫临终前把她托付给好兄弟照顾，可她却在葬礼当天对受托之人动手动脚，还说出事后给钱的虎狼之词。男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，不管3721，直接把人按在了花洒下。强烈的窒息感让乔渊挣扎着睁开眼睛，可还没等他看清周围什么情况，就听到滋滋啦啦的水流声从头顶浇下来，他只好又闭上眼，憋着气往后退。下一秒，腰间却被一道强劲的力量收紧。清醒了！男人清冷的嗓音从头顶上方传来。乔渊吓得浑身一紧，猛地抬起头，透过水流隐隐约约看到了男人那棱角分明的下巴。随着男人的脸越来越清晰，是盛玉。这时候，他整个人都紧紧贴着男人，男人一只手揽着他的腰，另一只手还拿着花洒。在他惊魂未定之际，男人举着花洒又要往他脸上喷水。你干什么？乔渊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去夺花洒，男人却仗着身高的优势，将花洒举高，掐着他的腰，轻轻松松就控制住了他。干什么？你刚才对我欲图不轨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男人嘴角泛起一丝嘲讽。你胡说什么？他刚想反驳，突然自己纠缠男人的画面浮现出脑海，到嘴边的话一下子就咽了回去，脸色唰的一下变白。今天前来陆家吊唁的人很多，一直到傍晚天快黑了，他才在老夫人的吩咐下准备回房休息。他只是喝了一杯佣人递过来的水，回房间的路上便觉得浑身燥热难耐。走着走着，他好像被一个男的抱住，他一着急踹了那男的一脚，就跌跌撞撞的跑开了。可药效来得太快，他当时已经失去理智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惹上了比被下药还大的麻烦，自己居然招惹上了盛玉。他可是京都盛家的太子爷，还是他未婚夫的好兄弟。乔渊一下子就感觉浑身发凉，彻底清醒了过来。他哆嗦着攥紧手指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还好他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否则他将万劫不复。道完谢，他就想马上离开这个地方。正当他准备推开男人的时候，男人却先一步松开他的腰，整个人懒洋洋的靠着墙，眼神从他衣上半透的上半身一扫而过。乔渊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，黑色的衬衣被水淋了个透，他连忙扯了一条浴巾包裹在身上，遮挡住自己的尴尬。等他再抬头，才发现男人身上也湿了。此刻那件黑色的衬衣粘在身上，胸膛到腹部的线条若隐若现，看着就让人脸红心跳。谢谢。男人懒洋洋的瞥了一眼他红的都快滴血的耳根，轻轻嗤笑一声：“我又没帮上你，谢什么？”乔渊疑惑的抬头看向他，男人嘴角的嘲讽更明显了，漆黑的眼睛里透着股寒意，说：“你不是摸着我的脸让我帮你，还说事后给我钱吗？”乔渊的眉心狠狠一颤，他硬着头皮，声音越来越小：“我是想让你帮我叫医生或者送医院。”男人懒得听他的辩解，嘴是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走到浴室门口的乔渊突然停下脚步，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说：“今晚的事，希望你别说出去。”男人看都没看他，语气冷冷的：“被人下药了，就这么算了？”乔渊的指尖几乎要将手心掐出血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想等葬礼后再说。”男人没说什么，但乔渊直觉告诉他，他不会说出去。乔渊裹着浴巾走到房间，正好男人的保镖司徒推门进来。司徒一看乔渊裹着浴巾的样子，吓了一跳：“乔小姐，玉少没事吧？”乔渊看了眼司徒手里的袋子，你们家玉少还是清白的。趁司徒愣神之际，他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件黑色衬衣，帮我谢谢他。说着就拿着衣服离开了。司徒愣在原地，低头看了眼另一个袋子里的女装，这乔小姐眼神不好吧？司徒走到浴室门口，就看见盛玉一手拿着花洒，一手扯着身上的黑色衬衣，直接砸在了地上，整个人看起来烦躁的很。玉少，您没事吧？司徒小心翼翼地问。男人把水流开大，声音有点沙哑：“人走了，走了。临走前，乔小姐还顺走您一件黑色衬衣，还让我向您道谢。”盛玉拿着花洒的手一顿，低沉的嗯了声。那女人还连吃带拿的，需要叫人看着乔小姐吗？我怕她柔柔弱弱的又被下药，别又被欺负了。凉水从头顶往下浇，盛玉摸到自己被咬破一个小口的嘴角，柔弱。那女人生猛得很。过了几秒钟，她皱了皱眉头，把水流开到最大，水温调到最低，水劈头盖脸的往身上浇。司徒突然有些懵了，这到底是谁被下药了？乔渊穿上盛玉的黑色衬衣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自己房间。一进房间，他立马去找了一身干净的黑色衣服。今天可是他未婚夫的葬礼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下药，这人肯定是想让他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出丑。可这是京都陆家长子的葬礼，谁敢这么干呢？又有谁跟他有这么大仇，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？他越想越乱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衣服换了。可他才刚解开第一颗扣子，就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：“乔渊，你在吗？”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门外进来好几个人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乔安安和他的小姐妹。乔渊是乔家年前找回来的，丢了好多年，她是乔家唯一的千金。乔安安是被乔家抱错的女儿，乔家疼爱了她20年，舍不得这份感情，所以对外就说乔家有2个女儿。乔安安急忙走到他面前：“我听他们说你好像不舒服，就赶紧过来看看，你没事吧？脸色咋这么差呢？”“我没事儿，谁告诉你我不舒服的？这么关心我，我还得谢谢他呢，好多人都看见了呀。你是我妹妹，不舒服就该早点告诉我。”乔安安见他没啥事儿，松了口气。乔渊不动声色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趾高气昂：“你什么态度啊？安安这么关心你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还这么冷漠，真是在外面也惯了吧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”林冰，渊渊他身体不舒服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你别说他，这边的动静把陆家人吸引过来了。走在前面的是他未婚夫陆怀战的奶奶，陆家老太太带着人过来，严肃地问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老太太看了眼乔渊湿漉漉的头发，皱着眉头：“乔渊，你的头发怎么湿透了？”乔渊心里暗道糟糕，他只是换了衣服，头发还是湿的，于是赶紧解释道：“我有点不舒服，刚才洗了把脸，不小心把头发弄湿了。”老太太没什么表情的嗯了声：“不舒服，我叫人请医生来给你看看。”“不用的，我已经休息了一会儿，好多了。可是我刚才来找你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啊！”站在边上的林冰双手环胸嗤笑一声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乔安安赶紧接着问：“是啊，渊渊，刚才林冰说你不在房间里，我又听到他们说你不舒服，我很担心你就
就赶紧过来看看，你之前去哪了？乔渊在心里骂了一声娘，这些人管得可真宽。老太太盯着他的脸，语气沉了沉，我不是让你回房间休息吗？你去哪了？乔渊暗暗攥紧手指，想好了说辞，正准备开口，突然听到一个清冷又慵懒的声音，有什么不敢讲的？听到这声音，乔渊浑身一僵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纷纷回头看向走廊那头。首先看到的是袁家的少爷袁风野，紧接着一双穿着西装裤的长腿迈了出来，一个五官凌厉的男人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，此人正是盛家太子爷盛玉。盛玉每走一步，乔渊的心就跟着猛地一颤，他越走越近，乔渊的心脏抖得就越厉害，他心里直犯嘀咕，他怎么来了？老太太。盛玉走过来打了个招呼，老太太看到是盛玉，语气变得和蔼起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袁风也非要过来瞧瞧。盛玉回答，袁风也心里尴尬，脸上却一本正经的点点头，是啊，我这人就爱八卦，最爱看热闹了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大家都在这儿呢？林冰仗着和袁家有点亲戚关系，袁哥是乔渊，他说不舒服在房间休息，可我之前来看他根本不在房间，而且他欲言又止，成功勾起了袁风野的八卦之心。而且什么？林冰支支吾吾。老太太哼一声，有什么话你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吊谁的胃口？我之前看乔渊不舒服，就跟着过来，想问问他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，结果就看到他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在一起。乔安安倒吸一口凉气，打断他，林冰，你别乱说，渊渊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真没乱说，我亲眼瞧见的。林冰扯着嗓子大声嚷嚷。乔渊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冷意，老太太脸色一沉，冷冷问道，那个男的是谁？林冰摇头，我刚想追上去，他们就没影了，我还怕自己看错了，就追到乔渊房间，一看他不在，我就确定我没看错，我担心他做出啥错事让陆家蒙羞，就赶紧叫上安安，他们可是亲姐妹，安安肯定能拦住乔渊犯错。林冰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乔安安焦急道。林冰一副委屈的表情，我不让你亲眼看看，你能相信我吗？其他人听了，纷纷露出鄙夷或者愤怒的表情，恶狠狠地瞪着乔渊，那眼神就跟旧时候要把人抓去进猪笼似的。今儿可是他未婚夫的葬礼啊，他居然敢跟别的男人乱来。乔渊，老太太回头，脸色气得铁青，厉声质问道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。乔渊回答干脆，我不在房间，他就咬定跟男人搂抱在一起的是我，这是什么强盗逻辑？林冰趾高气扬地指着乔渊的鼻子，因为我看到那个人就是你。这时乔安安说道，渊渊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，可现在林冰一口咬定是你，你要是不想被冤枉，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，之前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现在是你们要栽赃我，要证明，你就让林冰去证明那个人是我。乔渊眼神坚定，说话掷地有声，他可不会轻易掉进自证的陷阱里。老太太气得大口喘气，乔渊这长相太过娇娆妩媚，一看就不是安分的主，当初要不是孙子病得昏迷不醒，啥办法都是过了没用，最后只能走冲喜这条路，他才不会选乔渊呢。一想到长孙的葬礼，未过门的孙媳就敢这样胡来，他红了眼眶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先说，你去哪里了？乔渊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老太太居然真信了他们的片面之词，刚要开口说我，乔渊清冷的嗓音打破了僵局，盛玉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你刚才跟我在一起，怎么很难以启齿吗？乔渊只听心脏咚的一声，仿佛停止了跳动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他当真是什么话都敢说，但面对众人疑惑探究的目光，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是碰到玉哥了，陆怀战在世的时候和乔渊提起他，让他跟着他叫玉哥。盛玉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右手甩动了一下打火机的盖子，袁峰也无声翻了个白眼，一脸失望的表情，都散了吧，玉哥碰到乔渊那还能干什么？乔渊是漂亮，金圈里叫得上名字的名媛千金都比不过他，但那又怎样？那可是撩不动的玉哥。老太太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捂着胸口，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了。兔子都不吃窝边草，更何况是盛玉。先不说盛玉是出了名的重情重义，盛家的太子爷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可能会对自己已故兄弟的未婚妻有非分之想？就在这时，林冰突然指向乔渊身上的衣服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看他的衣服上面怎么有个字？”乔渊根本没看清什么字，就见陆老太太走到他面前，抓起他的衣领，上面有黑色丝线绣的一个字，赫然是一个玉字。众人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，这是盛玉的衣服。袁峰也巧摸打量盛玉的脸色，奈何看不出一丝波动。玉哥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！玩这么大，你怎么穿着盛玉的衣服？陆老太太用力拽住乔渊的衣领，又愤然甩开，刚缓和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铁青。乔渊心里咯噔一下，盛玉的衣服他们咋知道的？乔渊懊恼的不行，可眼下这情况，他不得不赶紧解释，不然惹恼了陆家人，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到。他现在可太需要那笔钱了。渊渊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乔安安眼神里透着担忧。盛玉身份摆在那儿，其他人都不敢问他，全都齐刷刷的盯着乔渊，那眼神恨不得在他身上戳出个洞来。老太太，乔渊先是支支吾吾了一下，装作很窘迫的样子，最后才说：“其实我头晕，不小心掉池塘里了，刚好被玉哥瞧见。玉哥心善仗义，把我捞起来后，担心我着凉，就给了我一件衣服。我信你个！”林冰刚要脱口而出的谩骂，却在盛玉抬眼朝他看过来的刹那，硬生生憋回去。老太太余怒未消：“你掉池塘里了？我头晕不舒服，就在池塘边坐下，本想缓一下就回房间，谁知道头晕的厉害，就掉下去了。”乔渊假装难为情的摸了一下耳朵，却叫众人看见他侧边头发上粘着的几根水草。随后大家也看见他的裙子也有几块青苔和淤泥。老太太将他上下打量一眼，这样子可不就是掉鱼塘里了吗？原来是虚惊一场。乔渊乖巧的站在原地，脸色窘得发红。我这么大的人掉鱼塘里多不好听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盛玉甩动打火机盖子的手一顿，目光落在脸色羞红的乔渊身上，轻笑一声。林冰说什么也不信，怎么那么巧？你掉鱼塘里就遇到玉少出手相救，我心善仗义，有何不可？男人说的漫不经心，乔渊的心脏猛地一颤，心虚别开视线。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，可刚才林小姐说她明明看到乔渊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，男人将打火机盖子一收，林小吉一样的搂搂抱抱吗？眼见形势打转，
饭。林冰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乔渊，难道你们不怀疑吗？他掉池塘，玉少救他也就算了，那么刚好带了干净的衣服，你们信吗？怎么，你要管我？男人的语调不再漫不经心，而是透着股上位者的威严。这个圈子里谁敢管他？周围一下子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，众人都眼观鼻鼻关心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林冰一激灵回过神来，吓得脸都白了，着急脱口而出：“玉哥！”男人的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求饶：“你哥来了都不敢叫我一声哥，你叫得起吗？”这话着实有些羞辱人的意思。林冰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青，却半个字都不敢反驳。他无助地看向袁峰野，希望袁峰野看在他们两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份上能帮他说话。袁峰野无奈地白了他一眼，冷声道：“玉哥有洁癖，出门带衣服又不是什么稀罕事，你自己上赶着找骂，谁都帮不了你，求助无果。”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乔安安身上。林冰，今天是你冲动了，渊渊是我的妹妹，你冤枉了她我也很生气，但你是我朋友，你跟渊渊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乔安安好心劝他。林冰怔愣地看着他，难以置信地说：“我就是想替你。”林冰，乔安安冷声打断他：“听话，这件事是你不对。”乔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，就在林冰脸色惨白地走到乔渊面前，刚要开口道歉的时候，乔渊先下手为强，眼圈一秒变得通红。林小姐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，但你不必向我道歉。今晚闹了这一出，我的清白是其次，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可是陆家差点丢了颜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应该向老太太、向陆家人道歉。此话一出，原本等着林冰向乔渊道歉的众人这才醒悟过来，纷纷指责他，一顶顶帽子陆续扣下来。林冰的脸白得近乎透明，身子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陆家哪里是他敢得罪的？陆家是京都五大家族之一，且刚过世的陆怀战是盛家太子爷的好兄弟。他在心里骂乔渊死绿茶，明明自己不安分守己，怎么还倒打一耙？眼见众人都倒戈了，情况也不受他控制了，他真是小看乔渊了。现在骑虎难下，只好硬着头皮对老太太说：“老太太，对不起，今晚我太冲动，一时糊涂看错了。”糊涂？你早成年了吧？一句糊涂就想把事撇清，没那么简单。还有你们这些看热闹的，都给我散了！长孙过世，又加上这场闹剧，老太太累坏了，感觉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他转身对盛玉说：“让你看笑话了，我累了，先回房休息。”盛玉微微点了点头。乔安安偷偷用余光打量盛玉，脸颊微微发热，这可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盛玉，传闻中的天之骄子，盛世财团的接班人啊！他悄悄吸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玉少，不好意思把您卷进这场闹剧，也谢谢您救了我们家渊渊。”男人目光悠悠地落在乔渊头上，说道：“当事人自己长嘴了，会道谢。”乔渊头皮一阵发麻，这是在点他呢。他扯了扯嘴角，装出一副温顺乖巧的样子：“今晚的事儿，谢谢玉哥了，不客气。”男人看了眼他身上的黑色衬衣，我心善仗义，举手之劳，全程都没看乔安安一眼。林冰还在为老太太那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吓得六神无主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袁峰也看到他就烦，今天可是战哥的葬礼，这些人居然敢在这儿搬弄是非，冤枉乔渊，真以为陆家人好欺负不成？袁峰也赶忙出声安慰：“小嫂子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就他这脾气，有的是人收拾他。”乔渊被他一句小嫂子叫得有些恍神。事实上，他和陆怀战虽然是未婚夫妻，但是在订婚之前他们并不认识。他之所以会和陆怀战订婚，原因有些荒唐，因为陆怀战得了一场怪病，昏迷不醒，陆家用尽办法也唤不醒他，就想到了冲喜。这事说来也玄妙，订婚后第二天陆怀战就醒来了，一开始还为冲喜这种荒唐事大闹了一场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妥协了。可是不到3个月，他的病情突然加重，昨天凌晨去世了。这一声小嫂子，乔渊自知担不起，但他还是对袁峰也露出一个他没事的微笑。眼看他们要走，乔渊连忙出声道：“玉少。”袁峰也看了乔渊一眼，干笑2声：“我去前面抽根烟。”等他走了之后，乔渊走到盛玉面前，郑重地对盛玉说：“刚才多谢你了。”然而他没想到，盛玉开口却问他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乔渊抬头看他，看来你也没多听陆怀战的话。乔渊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之前喊他一声玉哥，他一时窘迫红了脸，刚才多有冒犯，您别跟我一般计较。盛玉手指抚动腕间的表，是挺冒犯的。乔渊脸颊发热，一时语塞，这话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刚不是挺能说会道，怎么到我跟前就成了哑巴？男人垂眸看着他的眼睛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委屈情绪也是一秒上头。演话剧的，当真是屈才了。乔渊哪里会听不出来男人的调侃？要是其他人，他早就冲上去开骂了。可碰到盛玉，他着实不敢。他努力挤出一抹笑，那是跟一般小角色过招，我当然能信手拈来。您是玉少，不是一般人。男人哼一声，你这是拐弯抹角骂我呢？不敢不敢。乔渊赶忙低下头。男人又说，你也别这么拘谨，要不是陆怀战临死前托我照顾你，你觉得我会愿意管你的事儿？放心，我对兄弟的未婚妻可没兴趣。乔渊微愣，原来是陆怀战托盛玉照顾他了。盛玉的眉头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清冷道：一身的鱼腥臭。乔渊猛地回过神来，抬手闻了闻，他尴尬的后退一步，转身匆匆往屋里走。这一天天的，不把他尴尬死不罢休是吧？男人收回视线，刚转身就听见身后传来乔渊倒地的声音。他快速迈开长腿，疾步走进屋子里。乔渊，男人冷沉着脸将他捞进怀里，打横抱起。乔渊毫无意识，脑袋歪倒在他的胸膛，叫上袁峰野。男人边说边往房门口走去。是。司徒匆匆往外走，在拐角处碰到抽烟的袁峰野。乔小姐晕倒了，玉少正要送她去医院，让我叫上您。袁峰野疑惑，叫我去干嘛？司徒解释，拿您避嫌用的。
医院病房里，乔渊睁开眼睛，就见一名女医生柔声询问道：“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他这才认出这里是病房，他摇了摇头。医生微笑道：“你睡了2个小时，现在应该有精神一些了。”乔渊愣住，他竟然睡了2个小时，谁送我来的？医生摇了摇头，我听到院长称他玉少。乔渊脑海里刚闪过盛玉的脸，就被门外的动静拉回思绪。这时他的亲生母亲急步走过来：“你爸爸接到电话，听说你晕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身后还有他的父亲和乔安安，他只是疲劳过度晕倒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医生说完后就离开了病房。医生出去之后，乔安安就在自责没及时送妹妹来医院，而乔父乔母则在一旁安慰他，满眼都是对乔安安的疼爱，反而没看他一眼。乔渊默默地听他们说话，连一句话都插不上。从1年前被认回来，他就很清楚亲生父母对他没有感情，只是看到这一幕还是会心酸。他侧了个身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休息了。”这时乔母神情凝重地说：“公司那边的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我们无法再支付你爷爷的医药费了。”乔渊稍稍有了点血色的脸瞬间变得苍白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。当年他被乔家的保姆偷换走，丢在外省一个城市的路边，被朱家夫妇捡到家抚养。朱家人一直对他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2年前养父母在一场空难去世，爷爷突然患上重病，他没钱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这才答应乔母提出让他嫁到陆家冲喜。可是现在他们说乔家没钱了，不行！乔渊眼圈瞬间通红，如果停了爷爷的医药费，爷爷连几个月都撑不过去。爷爷前几天握着他的手还说，等他出院要给他做他最喜欢的炸酱面。一想到爷爷，乔渊的胸口好像被刺穿了一样痛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停医药费！乔母没想到乔渊的反应这么大。渊渊听话，他毕竟不是你的亲爷爷，我们乔家给他续了几个月的命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仁至义尽！乔渊喃喃道，双目通红的看着乔母，他不敢相信这样的话竟然出自亲生母亲之口。那是我的爷爷，我怎么能放弃他？难道你们希望乔家的女儿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吗？当年如果不是朱家人，我早就死在路边了。他们对我不只是养育之恩，更是救命之恩。你们明明之前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嫁到陆家冲喜，你们就给爷爷交医药费，为什么还要食言？你也说嫁到陆家冲喜，可现在陆怀战已经死了，陆家退婚只是迟早的事，和陆家的合作也无法再继续下去。说到这里，乔父严肃道：“我们没有精力去管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他是我爷爷，不是无关紧要的人。”乔渊咬破了唇瓣，愈发衬得小脸苍白：“你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吗？”乔父厉声道：“你是我们乔家的女儿，我们给她治病花了不少的钱，如果她的病一直好不了，这是个无底洞，你是要把整个乔家都赔给她，你才甘心吗？”乔母也对这个女儿无比失望，朱家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一个生病的爷爷，还有一个在坐牢的哥哥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乔渊深吸一口气，坚定道：“爷爷的病会好起来。”乔父一挥手：“反正我们决定好了，这个月的医药费我们已经给他交过，往后1分钱都没有。”这架势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商量，而是通知他。乔渊怔愣，已经月底了，怎么办？他要怎么才能救爷爷？他不在乎什么冲喜，不在乎被亲生父母当成工具人一样对待，他只想救爷爷。医院住院部，乔渊将削好的一小片苹果递到爷爷的嘴边，尝尝看甜不甜。病床上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眯眯的张嘴咬了一口：“我孙女削的苹果就是甜，我看是爷爷您的嘴最甜吧。”乔渊笑着又给老人递一片苹果：“你啊，越发没大没小了。”他挽住爷爷的胳膊，撒娇的靠着他的肩膀：“还不是爷爷把我给宠坏了。”爷爷叹了一口气：“回乔家还习惯吗？你爸妈对你好不好？他们对我很好啊。”乔渊又拿起一片苹果塞进自己嘴里，不甜，甚至有点酸。他们对你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爷爷抬起干枯消瘦的手，轻轻抚摸乔渊的发顶。乔渊低着头吃苹果，眼眶已经蓄满了泪水。我去打点水来喝。说着，他提起水瓶，匆匆离开病房。等他再回来，就听见洗手间传来呕吐的声音。爷爷，他丢开水壶，冲到洗手间门口，大概是害怕呕吐声被听见。爷爷打开了水龙头，哗哗的水流声中，他没有听见他的呼喊声，也没注意到他站在卫生间外面。乔渊目睹了爷爷把刚才吃下去的苹果全部吐出来的一幕，以及混在苹果里面的血。看着洗手台前极力隐忍着不发出声音的爷爷，乔渊心如刀绞。他一声不吭地退回到病床边，不让爷爷发现他，直到洗手间里的水流声停下，他才低头含着泪往杯子里倒水。爷爷，我给你倒了点水，记得喝。我先去一趟医生办公室。在眼泪夺眶而出之前，乔渊急步离开病房，冲进楼梯间里，捂着嘴压抑着哭声，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，跌坐在地上。那天晚上被人下药，与众人对峙，他都不曾觉得委屈，因为他只想稳住陆家，只要不得罪陆家，乔家就会给爷爷治病。可他还是救不了爷爷，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？乔渊在医生那得知爷爷病情严重，目前只靠营养液维持着，要尽快进行手术。手术有50%的成功率，如若不手术，最多只有3个月。他离开病房后，在电梯口听到一个男人打电话，提到从裴家钱庄借了高利贷来治病。他记住了裴家钱庄这个名字，而这个电话是有人故意打给他听的。他走出医院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但他没有去裴家钱庄，而是前往盛世财团。不巧的是，前台说盛玉出差了，要后天才回来。乔渊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，听见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小嫂子。”他茫然抬头，就看到袁峰也迈着长腿走过来。“你怎么在这？”乔渊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我找盛玉，可是他出差了，你能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吗？”袁峰也有些为难，玉哥的私人号码他可不敢随便乱给。看出他的为难，乔渊也不好勉强：“那你能给他打个电话吗？我有急事找他。”袁峰也见他10万火急的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被逼到这个程度上，应该是很严重的事吧？看在战哥的面子上，他也必须帮这个忙呀。袁峰也当着他的面拨通盛玉的电话，几秒钟后，他猛地打了个冷战，才想起来现在某国是凌晨，盛玉还在睡觉呢，惊扰玉哥的美梦，他是不想活了。他心里祈祷盛玉没听见，正要把电话给挂了，谁知手机接通了。什么事？语气中隐隐透着股不耐烦。袁峰也小心翼翼斟酌用词，态度恭敬地说：“是乔渊，他说有事找您，让我给您打个电话。”盛
盛玉低沉的应了声，片刻后不知道男人在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，袁峰也将手机递给他。乔渊握住手机，犹豫着该怎么开口。这一迟疑，时间过去了几秒，他听见男人漫不经心的语调，又哑巴了。玉哥，他一磕巴忘记该怎么称呼他了。男人掸了掸烟灰，咬住烟嘴失笑，有事玉哥，没事玉少。巴掌大的脸居然有2副面孔，说吧，什么事？乔渊被说的小脸臊红，这位盛家大少爷的嘴毒功夫他是领教过的，他心跳慌乱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本来以为见到他之后他会顺利说出借钱的事，可真到这个时候，他才知道有多难，隔着手机他都难以启齿，更别说面对面的情况下了。他看了眼站在他身边佯装漫不经心，实则在偷听他讲电话的袁峰也慢慢的挪动脚步走到边上，电话那头的人也不急着催促，他小声说，没事，就是向您问声好，目前看来要找盛玉借钱太难了，他还是再想想其他法子吧。他刚说完，听筒里传出男人的低斥声，你是跟陆怀战叫我一声哥，但用不着你请安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盛玉解开睡衣的2颗扣子，低着头抽烟，眼底的情绪晦暗不明。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司徒的电话，查一下乔渊这2天出什么事了。司徒一愣，是哪方面的事？盛玉掸了掸烟灰说道，所有。乔渊将手机还给袁峰也，道谢后离开。乔渊知道袁峰也很有钱，但他也很清楚盛玉招惹不得，袁峰也同样也是。他现在能好声好气的跟他说话，也都是看在陆怀战的面子上，这钱他也不能找他借。告别袁峰也之后，乔渊去了电话里听到的裴家钱庄。裴家是捞偏门起家的，吃人不吐骨头，借贷的利息更是高的离谱，唯一的优点就是借钱容易。然而工作人员却说今天不营业，乔渊的心脏咯噔一颤，怎么事情都赶在一起？盛玉出差，裴家钱庄不营业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到医院，护士又通知要赶快缴费。第2天，乔渊花了200块钱找了个护工。乔家人不再支付爷爷的医药费之后，把护工也给遣散了。安排妥当之后，他就去了工作的地方。他是京都话剧团的演员，因陆怀战病情恶化，请了半个月假。小风筝你可回来了，我们都想你了。同事热情的欢迎他回来。工作之余，大家都在聊台柱李姐今晚要开生日 party。李姐与团长关系密切，大家都不敢得罪她。这时李姐走过来邀请他今晚参加聚会，并暗示看到他去裴家钱庄借钱的事，表示愿意帮他。乔渊因现在急需钱，只好答应参加聚会。晚上的生日聚会排场很大，在盛堂包间举行，大家都盛装出席。乔渊虽未精心打扮，但依旧很出众。这时娄毅出现，乔渊对他可不陌生。之前在陆家林彬针对他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。一开始娄毅和林彬因为家族合作走到一起，林彬越陷越深，反而是娄毅不冷不淡的。而娄毅在一次看话剧中看上了乔渊，直接甩了林彬，对乔渊频繁示爱，但被他拒绝。见状，李姐笑着说：“你和娄公子也算是旧相识了，聊聊天呗。况且你不是缺钱吗？我最近手头尽可能解不了你的燃眉之急，你不如问问娄公子的意思。”乔渊这下彻底明白李姐今晚叫他过来的用意了，原来是想推他入狼窝。娄毅一听来劲了，直接掏出手机，缺多少告诉哥，哥给你转。不用了，娄公子。李姐说笑的，我不缺钱。乔渊转身就想走，却被李姐拦住，并质问他为何去裴家钱庄借钱。看不起娄公子，不如裴家有钱是吗？娄毅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一听这话语气更是带着指责，仿佛遭到了背叛。乔渊试图摆脱他们，无奈娄毅这个人出行会带保镖，这若是不答应，怕是出不了唐盛的大门。权宜之计只能假装答应他，趁机将他引到房间。娄毅被乔渊迷得神魂颠倒，一进房间就要朝乔渊扑过去。乔渊趁机用电击棒将男人电晕。正当他惊魂未定之际，房间的门被从外面推开。乔渊难以置信地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人，刚想说话，盛玉的语气带着一丝丝警告的意味。想好了再叫。房间安静了几秒，乔渊心跳慌乱，小声叫道：“玉哥。”盛玉看着乔渊往身后藏的东西，交出来。乔渊内心慌乱，紧了紧电击棒，怎么那么凑巧被他撞见了呢？在男人强大气场的压迫下，他不得不将电击棒递过去。电击棒还在滋滋滋地响着电流声。男人垂眸看一眼，没有接，语气凉薄：“怎么想电我？”乔渊反应过来，立马关了电，递给他，掂了掂手里的电击棒。男人握紧了，胆子不小，这么大的功率不怕把自己也电晕过去。看着男人走出房间的背影，乔渊站在原地，仿佛还没回过神来，还不跟上。男人清冷的嗓音从门口传来，乔渊挪动脚步跟了上去。进了电梯，他余光瞥见站在他身边的盛玉，垂在身侧的手往上抬，试图从盛玉的风衣口袋拿走露出一头的电击棒。这个在市面上可是找不到的高功率，对付臭流氓很方便。他就这么一个，可不能被盛玉给抢走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电梯箱的内壁是反光的，盛玉早将他的一系列小动作尽收眼底。男人不露声色地握住电击棒，让乔渊眼睁睁看着电击棒放进他的另一边口袋。他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电梯到了顶楼套房，乔渊才想起来，盛堂是盛家的产业，这顶层毫无疑问是盛玉的地盘。男人语气悠悠地问：“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是找他借钱？”乔渊一怔，他脱口而出：“没打扮，没想找他借钱。”男人靠着沙发，闻言撩起眼皮看他：“那你跟他去开房？你别说是专门去电他的，我如果说是，您信吗？”男人收回视线，没说信也没说不信，眼神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。“碰你了吗？”乔渊摇头，他还没来得及就被我电晕了。听你的语气还有点遗憾。男人眼眸微眯着审视着他。乔渊不想被人误会，解释道：“碰到娄毅是意外，如果我不想办法骗他去房间，今晚我没办法走出盛堂的大门。想必玉哥应该已经知道我缺钱，但我没想过用这种方式去借钱。”他坐在单人沙发上，不知道是因为被人误解而感到耻辱，还是因为想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委屈。他转头看向落地窗外，男人掸烟灰的动作一顿：“裴家钱庄不营业，你更没向我提过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”乔渊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去黑市卖肾，就你这小身板的肾能值几块钱？”男人冷声说道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看着来电显示，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：“奶奶，你回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”电话那头的
的盛家老太太恼怒道：“我要是知道你今天回来，就不用把相亲宴推到明天了。”他收回视线：“我现在还没有那些打算，你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外面都是怎么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你父亲怎么可能会把盛氏财团交给你？”男人有些不耐烦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乔渊转过头来，看了眼近在咫尺的男人的风衣，电击棒是拿不回了，算了。他低头说：“玉哥，如果没其他事的话，我先。”想要钱吗？男人看着他，乔渊一愣，他以为男人已经知道他缺钱的事，却没有开口帮他，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他没敢提。但现在这形势是还有机会。乔渊坐了回去，点头，想要，我可以借你钱，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，这世上还有他需要人帮忙的事。乔渊不得不挺直了腰杆。男人慢悠悠道：“家里在催我结婚。”乔渊将心跳压了压，小声试探：“您的意思是要我跟您闪婚？”男人看着他那双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想得美。”乔渊的脸疼得一下红了个透，刚才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但他心态好，即使红着脸也很淡定地问道：“您希望我怎么做？”过来。乔渊站起身来，走到盛玉面前，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男人却握住他的手腕，直接把人拽到跟前，猝不及防的一拽，乔渊差点站不稳，一只手胡乱地找支撑的地方，不偏不倚撑在男人紧实的胸膛上。他惊魂未定地收回手，可身子没了支撑，让他又不得不伸出手撑在男人的胸膛。乔渊的脸颊红晕未消，只觉得烫得吓人。玉少，请你放开我！他想挣却挣脱不开，男人轻而易举就将他掌控住，一股淡淡的酒香扩散开。喝酒了。乔渊意识到自己说话露出了酒气，小声说：“就喝了一杯。”那胖子逼你喝的。握住他手腕的那只手紧了紧，力道不是。乔渊扯动不开手腕，着急道：“玉哥有什么话直说，我能帮你做什么？”他迫切想要挣脱他的掌控，可是他越动，男人就抓得越牢。你要帮我做的事很简单。男人看着他的脸，嗓音阴哑低沉：“只要我身边有女人，他们就能放心。我需要有人帮我打掩护，让他们知道我有女人就够了。”看着乔渊的眼神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惊慌失措，小脸的红晕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屈辱的苍白。男人的眼底深处蔓延开一层阴翳。乔渊深吸一口气：“我说过我是缺钱，但没想过用这样的方式借钱。”他做事要从他的桎梏中脱离出去。下一秒，男人松开他的手腕，脸色冷漠的不近人情：“你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？”乔渊立马站直后退了2步，听到他的话，他揉了揉被他捏疼的手腕，疑惑地看向他：“我需要的是掩护，制作假象就够了，不需要你现身。我对兄弟的未婚妻不感兴趣。”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，叫人再三提醒，实在是说不过去，深知自己误会了。乔渊有些难为情道：“对不起，能帮吗？”男人抬眸：“只是帮个忙，就能得到爷爷的医药费和手术费，这样的交易他求之不得，制作假象而已，并不是需要他真的做什么。更何况他怎么会忘记陆怀战临死前托男人照顾他呢？他那么有情义的人，是不会对他做出什么的。刚才是他过激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乔渊更加觉得自己小人之心了，他连忙点头：“能帮。你爷爷的手术费和后续的医药费今晚就会打到医院的账户上。”男人吸了一口烟，站起身来，他高大挺拔的身躯逼近，强大的气场让乔渊下意识想要后退一步，但马上他就意识到不妥，攥紧了手指，站定在原地。玉哥今晚回盛家吗？男人嗯了声，垂眸看着他。乔渊点了点头，他朝男人走近一步，男人垂眸，乔渊的耳根子红得仿佛能滴出血来，看得出来他十分紧张，手指都被攥白了。随着他的走近，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纠缠着烟草味，他微眯着眸，抬起右手吸了一口烟。忽然乔渊抓住他的一边衣领，轻轻点起脚，红唇轻压在白衬衣的衣领，两人间隔了大概5厘米的距离，再近他就做不到了。这样的距离导致他做这个动作并不方便，很吃力，以至于他的鼻息变得急促，像羽毛一样钻进男人的领口疯狂撩动。男人夹烟的手倏然用力扣住他的手臂，嗓音阴哑：“够了啊！”乔渊吃痛地皱了一下眉头，男人眉心一跳，松开他的手臂。乔渊脑子里想的都是爷爷的手术费有着落，只剩下高兴，没有计较男人弄疼他。他有些狡黠的一笑：“这个假象行吗？”盛玉拉了一下领口，白色的衣领印着一枚红色的唇印，透着淡淡的玫瑰香。从不让女人近身的男人，衬衫出现一道唇印，足够叫人浮想联翩。他的喉结上下缓缓滑动了一下，看向沉浸在喜悦中还红着脸的女人，咽喉深处溢出一声嗯。乔渊点了点头：“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爷爷的手术费谢谢您，我会把欠条补上的。”他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下，转回身来：“玉哥，我能把电击棒拿走吗？你又想电谁？”男人转身解开衬衣的2颗扣子，没看他。乔渊一秒谄媚的表情：“防身用的，您身手那么好，拿着也没用，不如还给我吧。”拿走。男人的脸色莫名沉下来，拿起茶几上的酒杯，喝了一口。乔渊心下一喜，快步走过去，从盛玉的口袋掏出那只电击棒，快速就往门口方向走。男人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幽深的看着他的背影，又喝了一口酒，安排保镖送他回去。房间的门关上，盛玉合着眼，单手解开衬衫剩余的几颗扣子，胸膛和腰腹的肌理随着他的喘息而紧绷着，上面还附着着一层薄薄的汗。